算关键时刻，世纪的川习会见面之后，川普是怎么定义这个川习会的呢？他说 G2， 我们过去常讲 G20、G7， 但他所谓的 G2 是什么？全世界只有两个最强的国家，一个是我美国，另外一个是中国。这句话出来之后，美国媒体骂爆了川普，说你怎么会这样子讲话？你怎么会让习近平跟中国跟我们美国平起平坐呢？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我不一样，我可以跟美国甚至跟川普，我们坐在一样的位置上面，他爽死了，他爽，他开心的不得了的情况之下，他一定会往美国这个地方持续的追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川普口中的 G2 是不是一个 G2 陷阱呢？所以世总，今天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惊人一件事情。今天川普讲了 G2 两个字，讲了 G2 两个字之后，我习近平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你看他昨天就不太一样，一个180几公分，一个178公分，他也垫得这么高，你就知道，爱面子的他是在想什么。但那 G2，我们是大国呢，我不一样了呢。对，没错，我们就说嘛，中国人爱面子，那这个美国人呢是要里子，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呢，川普这一次呢，这个既然要跟你达成协议的时候，他就在他的这个出售权上面说了一句话，你看这个什么 ，The G2 will be convening shortly，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 G2 要着急了，两个人要见面这样一个话。那你看他讲这个话，在即将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之前，中这样，G2。所以呢，中国当然很开心嘛。中国就是表示什么？你看这个大公评论说，特朗普用 G2 形容中美会谈，这是对中美关系定位的一次重大语义升级，就是咱两个平起平坐这样的感觉。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不一样了。对，没错。好，那我跟你讲，这个多有趣，你知道吗？中国把这个拿成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你看，因为这次我不是说他们都没提到台湾吗？正好你知道吗？环球时报就说，你看，因为没有提到台湾，为什么吗？因为中美已经平起平坐，我们要处理很多问题，根本跟台湾根本不用处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对，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说因为中美两国要相向而行，然后互相合作的时候，所以他就说我们赖清德总统应该要瑟瑟发抖。所以他们是这样来看，所以显见他们对于这个川普把这个中国跟美国视为平等的时候，他们视为重大胜利嘛。可我就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这样，他们就觉得哇，我一定要赢过你。所以你看，在这个 G2 的会议里面来说的话，习近平不是在穿着增高鞋吗？垫得那么高，不一样恨天高，就是要跟你一样的这个高啦。搞不好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揭露，就是搞不好川普跟他说，你也要尽管哦，对，这样也不一定。好，那我们讲，那为什么川普要做这样一件事？我跟他讲，你觉得川普是真心说这句话吗？我跟他说不是这样，为什么？美国人呢，他们始终都觉得我们美国是这个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一，岂容他人在旁边酣睡啊？所以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我现在敌人就是你啦，就是中国就是啦。他其实某些程度来说，美国需要个敌人，那个敌人就是中国。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他就是捧杀两手。那捧杀两手什么意思呢？你看他现在不是说我要核试爆吗？对，照你知道核试爆多贵？核试爆你这个从清理啦，然后整个选址啦，然后呢？你知道，光是这个，我们就从北韩这几年，他光是要弄这个核废料那些东西，他就要一年要花6亿7亿左右美金哦，6亿7亿美金。那它是小规模嘛？那美国现在给你核试爆大规模，这要花多少钱？那你说你要核试爆，你知道习近平会不会跟？他当然跟啊！我是大国呢。对啊，我要跟你平起平坐呢。对，你爆几次我就爆几次啊。那美国要拼 AI 呢，那我跟你拼啊！我当然跟你拼到底。对啊，你要拼电动车，我跟你拼啊。你要拼稀土，我跟你拼啊！所以他就是跟你拼嘛。你既然说G2的话，你可以，我也可以嘛。所以我就说这样子的话，恐怕会对中国埋下一个硬伤。什么硬伤呢？你看，因为你要跟我拼，你要花很多钱在这些所谓的这个军事投资，或者说什么 AI 投资。你看，中国现在就出现一个状况，他们经济可能经不起这样一个状况。你看，中国公布的这个 PMI 的数据显示什么？制造业 PMI 来说的话是19，PMI 数字不好。再来就是什么？他们最近，因为我们最近刚好就公布财报嘛，对，我们要对比中国跟美国，美国的财报大部分呢其实都比预期要好，那中国的财报都比预期要烂，特别是在万科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它第三季亏了280亿，一季亏280亿，280我们简单的乘以5的话是亏1000多亿台币哈。那比亚迪，不是说你是卖车世界的车王吗？它的利润也比去年下降了33%，所以现在整个你看。房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这个所谓2个火车头，房车在中国大陆全部熄火，制造业也熄火。那你看习近平现在怎样？我们昨天不是说吗？《华尔街日报》就说你就要牺牲民生，看起来话的确已经出现《华尔街日报》所预言的那个结果了。石总，你刚刚特别提到，如果今天川普提什么，习近平他因为爱面子，什么东西都要跟上，是核试爆我一定要跟上，对，还有什么？最重要的 AI 是要跟上，完蛋了！我们都知道，美国这次财报为什么会这么好？
因为 AI 不单单只有美国的钱赚，是全世界钱全部都进来，那个钱很可怕的。对，没错，我们就说，事实上我就讲 AI 的投资来说，对美国来说真的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第一个 AI 真的可以带来实质的效应，带来它的投资呢非常大量。那你知道吗？事实上我就讲。最近呢，这个川普身边的大红人呢，已经从伊隆马斯克变成谁？黄仁勋了。你看黄仁勋这次呢，你看他这个人也到南海去了嘛，还在吃炸鸡耶。对，事实上你看，他就扮演这样的角色，扮演什么角色？吸金者。你看我们俩在台湾，他也办这个赵元业。对。他昨天到韩国也是一样啊。你什么时候看到这是李在镕？李在镕轻松被他吃炸鸡，而且他还拿炸鸡出来给大家，你知道很多韩国人吓都吓傻。因为韩国人都认为说那些财团的老板都高高在上，你怎么时候有可能看到李在镕三星集团的老板拿着炸鸡出来请大家？你看那个画面真的前所未见。那另外一个是郑义轩，郑义轩是现在的这个老板，现在新的老板。你什么时候看过这两个这样子的两个大老板陪吃炸鸡？对，然后还这边全场欢乐，交杯酒，我的天哪！对，后来交杯酒，然后这边吃喝东西，然后这个他还这边席间就说你看他们两个很有钱啊，不过他就说应该要我买单嘛，然后这个李在镕说没有问题，我买单，然后这个黄仁勋就马上就敲钟说今天全部大家买单了，你看你什么时候看过他们这么的 friendly？而且我这样那时候郑义轩还说要不是 Jason 你的关系，我这一辈子我还没有跟这个三星李在镕吃过饭，他们两个都没吃过饭，而且我还没有跟他吃炸鸡啊。那结果你知道昨天的画面你看到什么？我们还很罕见的看到这个傅公子吃炸鸡就是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李在镕他是怎么吃炸鸡吗？他是用刀叉吃炸鸡，真的，你仔细看，炸鸡不都用手锯这样吃很爽吗？人家是三星集团的老板，你怎么样？我就是用这个刀叉那边吃，然后最后黄仁勋还是拿了这个所有的东西出来，然后最后他们三个人还去看演唱会，然后演唱会三个人还在唱 rap， 所以呢，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样子？这就是黄仁勋带动的。那你知道他们就死心塌地的跟着黄仁勋。今天呢？黄仁勋下午就见了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李在明就说 ：“OK， 我们要这个买你的晶片。”然后他又说辉达要提供韩国至少26万颗晶片。对，26万颗晶片是多少钱啊？你这个沉下去的话，然后他们说什么？那你看因为他这个李在明接见黄仁勋，所以你看同场有谁？李在镕。SK 的崔泰元，然后还有这个郑义轩，这个李在镕跟崔泰元才跟他吃饭，还有崔泰元是 SK 海力士，还有 Naver 的这个创办人这个李海珍，对 ，Naver 其实就是LINE 的母公司，然后同时之间它也是很多韩国非常重要软体的一个重要公司，韩国所有的高层都在这边见面，那见面什么？我们要投资 AI 啊，好，所以你知道事实上，那美国要投资 AI，所以我才跟你说，辉达现在是变成什么？辉达黄仁勋变成是这个川普呢，在全世界吸金的最重要角色。我来讲，这样我们就说，这次川普来亚洲，3500亿是韩国要投资，对不对？3500亿里面很多也有部分投资什么？他要投资到美国的 AI 基础建设哦，他们要投资的哦。另外一个日本是5500亿，对不对？5500亿里面来说，赵总你知道，里面大概有3200亿左右是要去投资美国的 AI 基础建设还有电厂，是他们掏真金白银帮美国去盖电厂，帮美国去做 AI 建设。那你更不用讲，还有谁？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一大堆国家全部都去，那这谁扮演这个角色？就黄仁勋啊，黄仁勋就负责这样的角色，所以你就知道市场，你看现在辉达的市值已经5兆台币，5兆美金左右。对，5兆美金是什么意思呢？赵，你知道吗？5兆美金已经超过日本、还有印度整个经济的规模。你看这么大的一个量体，它辉达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啦，根本就是富可敌国的代表。富可敌，我就说中国真的跟美国没拼，为什么？你说只有辉达这样，我跟他说，第一名是辉达5兆，然后再来是微软4兆，苹果也4兆，再紧接着下来是谷歌3兆，再来是 Meta 2兆，还有亚马逊2兆，然后这个所谓的特斯拉1.5兆。他们7雄加起来的市值就已经是22兆，这什么意思呢？已经是一个中国的 GDP 了。对，我跟你讲，他们光是前7大就可以跟你中国 PK 了。对，那你中国凭什么跟美国 PK？ 而且光是一个辉达，标普500。你就占了总价值的8%，对，就辉达对美国多重要？它现在可以说是美国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赵，你知道吗？今年美国的经济这个前3季大概成长预估是2%多，对，那2%多里面，你知道有1%多推动就是来自 AI，那它真的推动美国的 AI 的美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才跟你说。现在他拼 AI， 那中国当然也要拼 AI。问题是中国你哪来的钱跟我拼嘛？所以你知道中国势必要砸非常多的钱进去跟你打这个所谓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对抗战。好，那这个会拖垮中国的经济。好，我们跟他讲另外一个，我们在讲这个比亚迪不是说我卖车卖得非常好吗？他最近就公布财报，他第3季的营收是年减大概3%，
然后净利率呢还说话是这个78.23亿人民币，年减32%。有一个这个中国人算是一个他们的财经的这个作家了哈，他就直接讲什么？他说你看这个比亚迪的这个第三度净利的这个获利同比下降32%，他就说什么供应链金融，就讲的这样是对供应链金融就没想到比亚迪的股价就暴跌。你知道为什么比亚迪股价暴跌？我们之前不是说吗？比亚迪那时候说什么？他有疑似把货塞给下游。就说你要拿我比亚迪的车 ，OK， 那我就塞给你，你这个经销商里面堆多一点点的货，或者说我就直接把货出到海外去，照这些都没有卖出来。对。但问题是现在这些认证在哪里？认证在下游的商家，就是我库存卖给你，你照合你就是账上在你那边，我卖给你，我这个收取获利这样一个状况。可是问题是，我跟你讲，这个模式就是我要获利啊，但是问题是我获利开始下滑的时候呢，我到时候就没办法付给你那些钱。你那些厂商的库存来说，可能就会变成呆账，所以他说为什么是一刮？可能下游供应链全部都是好啦，我要吃你比亚迪的，我就让你这个跳天期开的长一点点，收款给你条件宽一点点。但问题是，所有在说，万一比亚迪爆了之后，下游全部爆，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啊，比亚迪你现在获利下滑，你获利成长这一套玩得下去？获利衰退，甚至你亏损了，这一套就玩不下去啦。比亚迪它如果是这样，它下面还有很多大小，对，没错。如果连你都开始衰减，对，那它是一连串下来，它下面通通都就挂了，就爆了一个意思了哈。这个很简单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台积电是不是很多供应链？对。那台积电赚钱的时候，供应链当然赚钱没有问题，但是等到你开始赔钱的时候，那些供应链也岌岌可危。尤其你跟它深度捆绑的时候，所以他说这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好，那我跟他讲，比亚迪现在出了什么问题？第一个，因为前一阵不是他们在杀这个所谓杀价嘛，他不是还被中国叫去说，你们不要在这个杀价的这样一个状况哈。还有什么0公里的二手车？对，就是不要再杀，不要再堆，这就是堆货到这个经销商的意思，不要再杀了哈。好 ，OK。但是这一次在四中全会，中国不是公布了一个新的15计划吗？15计划里面来说，他们已经把要发展电动车这个删掉了。就电动车已经不是我们未来的重点。你不要吓我，15里面没有这个话，那不就是比亚迪的死亡倒数？那我就讲15这次是重点是什么？2个字叫做 AI。对 AI， 所以我才跟你说，他毛起来跟你拼啦。你看这次15计划里面就是这个什么伺服器啦，然后什么 6G， 然后包括说什么机器人这个要拼 AI， 所以你看事实上比亚迪已经被抛弃了。所以整个中国电动车，你要说只有比亚迪吗？没有，中国电动车，我就说中国电动车的产能是世界的2倍，所以这个问题还很大条，没办法处理。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房地产。中国房地产来说，你看万科是数一数二，就它公布了之后呢，它的收入是60.7亿人民币，就亏损来说亏了160亿，然后前3季度一共亏了280亿。那我跟大家讲，你看哦，这多夸张！你看它的营收就是说它的这个卖的房子，你看卖的房子很明显，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它这几年卖的房子是在下降，营收是下降的趋势。那你看获利也是明显的转为衰退的这个状况，也就是说它现在状况是它卖不出去，而且亏损是一直在扩大的一个状况。那你知道还很惨的是什么呢？你知道现在倒霉在什么东西呢？它万科这个公司呢，它可能会拖累到深圳市政府。为什么拖累深圳市政府？你知道，事实上因为之前的万科亏损的时候呢，这个深圳市就这样，你看。深圳这个国资委呢，关于这个对地铁集团入股万科的这个事件呢，说他入股万科，也就是说深圳的他们的地方政府的这个地铁集团呢入股万科，所以2个绑在一起。那绑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他一共前后投了多少？投了1000亿，1000亿投了1000亿，就你看1000亿现在变成什么？打水漂。那为什么打水漂？你看1000多亿的，然后完全就打水漂。为什么？因为万科还有8000多亿的债务，你根本填不进去。所以万科这个洞，真的爆掉的话，连这个深圳市甚至地铁集团都会垮，大家连环爆的。你看，这是2025年的10月11号，就是前一阵子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他说呢，这个深圳的这个地铁集团的党委书记还有董事长跟万科集团董事长的心结已经失联了。为什么？你显然，当年呢，你这地铁集团到底怎么搞的？入股万科，然后万科搞到现在亏损这么多，然后现在地铁集团大家也可能被你拖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万科的这个原总裁，然后 CEO 的祝久胜也被裁指刑事的强制措施。那这是10月14号，所以你看，在四中全会之前，动了原本万科的前总裁，还有万科的董事长兼这个深圳地铁全部都在杀所以你就知道市场为什么这个洞太大。你现在也补不起来，你当天的1000多亿的话，完全都是打水漂。所以我跟你讲，
那你说这填得起来吗？填不起来。所以他说，中国的房市跟车市两大引擎同时剧烈的熄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它往海外输嘛。海外输来说，我们就看一个叫做 PMI， 这叫做制造业 PMI。制造 PMI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采购经理人认为未来好还是不好。我们通常用50当成是个荣枯线。对。那中国现在是49，这就有意思。你看，原本好像有好转，你看趋势。50在这边哈，原本好像也要往50跑，好像就又掉下来了。那尤其是中国还有一个隐患，我们过去都说好像美元不值钱，很多人都说哎呀美金一直超发，可我跟他讲，其实中国超发的更加严重。你看哦，这是统计数字出来的时候，中国的 M1 货币量接近10万亿美金，就10兆。他说按照这个占目前全世界的25%，甚至还超过美国约8万亿美金的 M1， 所以你知道8万亿就是8兆，所以什么意思呢？你看这是中国超发的货币，对，然后这是美国发的这个货币，所以你看它还发的比美国多哎。那问题是你的经济规模又没有美国大，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某些程度来说，人民币的确是一直在发钞票，就是说我要怎么刺激经济，我用钞票印钞票，我就发钱出去，一直发。但是问题是民众不消费，那我怎么办？再发，这就是日本当年会陷入失落30年非常重要。中国，如果我们从很多数字来说，你可以感觉到。中国的经济不是很妙，那你觉得川普知不知道？川普他当然知道，他有在看，他懂经济，所以他觉得哎呀，你被好不表来看买，所以最近才有一个，他不是说要恢复核试爆吗？对，跟习近平见面之前，他说我要恢复。前1个小时突然丢出这个，对，我说我很讨厌这样做，但是我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你们都一直在核试爆，我要核试爆。好，那所以你看，连《华尔街日报》都说觉得奇怪，川普为什么要恢复核试爆？专家也觉得费解啊。好，那为什么呢？照我跟你讲。因为核试爆需要非常多的前置作业，你要什么？我想美国的内华达州这个核试爆厂已经很久没用，你要重启来说，你要把周边清空啦，然后你要把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相关的安全措施都做好啊，然后什么，那很花钱。我跟你讲，一次核试爆都要花非常多钱。那美国之前有发射过1000多次的核试爆，那中国次数比较少嘛。但是你讲有意思是什么？川普说我要核试爆之后，你看《纽约时报》马上就说什么？这个引述专家的说法说，卫星的图像显示，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都用卫星图像在盯新疆那边的，他说新疆罗布泊的核试爆的工厂正在重建计划。你说真的假的？所以习近平，你看到这一张照片，是习近平他真的要跟上核试爆？对，不是才前1个小时，是，但是再隔1、2天，对。你为什么马上就看到卫星照片？不得了，你真的有在动他们弄出来就是说，你看这有一个地下水平管道的实验室，然后还有可能核试爆装置的这个状况，然后还开出了这个新的道路。所以等于在罗布泊这个地方，他们美国已经观测到说，你想要做核试爆啊？对，好，那我就讲，因为中国只有进行过45次。那美国1000多次嘛，那俄罗斯大概是几百次，所以他想说，那我也要来做这个核试爆，跟你们拼。所以他说，你看核试爆，我就说你要花钱啊。我讲中国哪有那么多钱？你现在就一直印钞票，一直印钞票，问题是印到最后，你可能就真的是完全会失落30年。所以我再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中国的经济来说，真的是外强中干的一个感觉啦。那当然，这个川普呢，他现在就捧杀你。我把你捧成这个 G2 的这个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到时候呢，你很怕会重重的摔在地上。宇轩，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里想，中国电动车，哇，这电影画面，这一台车飞过来，吓死人了。我跟你讲，看到这台车仰望 U9 都贵了，为什么呢？照我们之前讲到仰望 U9 这台超跑最厉害就是它会弹跳，对，结果它不是跟你的，我讲那个是假的，这肯定玩真的。10月7号在江西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广汽埃安 N， 你有没有看到整台车？坦白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飞起来。这个真的不会是 AI 吧？这不能骗我当然不是 AI 啊，所以代表说，我想你真的今天要我设计一台汽车，跟我讲说要出什么样的车祸，我有看过撞车，我有看过翻车，但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可以飞车。来，这才是它官方的一个介绍，跟你讲说它是一台智能驾驶，而且呢前后有哨兵模式。与此同时他说他的车子流线型多强，而且你知道吗？他的车门跟这个我们讲 Tesla 一模一样，手靠过去啪就会弹开，手靠过去啪就会弹开，这么厉害，很厉害的。然后他说他前方的栅栏，你有没有看过 AMG 系列，宾士 AMG 开大的？就是那种我们讲的垂直瀑布的栅栏，很气派，很气派，难怪它飞得起来。这一台车很帅对啊，那我跟你讲，超便宜的，你如果想买的话，对不对？我跟你讲，国产车都没比它便宜，最低价格520我爱你，只要99800人民币，换算台币大概40万左右。别，还是20公里，时速20公里，然后结果它的自动驾驶系统跟你讲说是 Level 5的20公里。
咔蹭的安尼给你清落，代表说你20公里都动不掉 ，Level 5，了不起。好，那意思都是说，这个不公平啦，我们再给他看另外一个，来给他80公里了，好不好？80公里的哦，一样哦，撞上追尾前车，你看有没有看到？直接给他改清落，直接就这样亲下去。重点是那个是我们讲的哦，模拟的。你想想看，如果说是真实的车辆，它撞上去会有多厉害？所以我跟你讲啊，你自己再想想看啊，不管是飞在地上还是在地上跑的，但你以为只有这个案例吗？没有，我给你看另外一个奇迹，另外一个 magic。这个叫什么？深蓝，长安汽车的 SL03。对，你看哦，来，它是不是动一下？对，雪没飞啊，绕惨没有，烧起来了，大场面就直接来了，直接给你看电影特效。来，我们可以再重播一次。你想说宇轩，我到底看了什么？它就是地上有一个窟窿。类似凸起来的板子，哪有那么扯？它只是一个撞到一个小小的东西，对，翘了一下，它就凸起来的板子撞到一下，就是瓷砖无白啦，头卡无白，规台车按的全部拢烧起。你知道吗？他那时候在介绍的时候还跟你讲说这台是什么20万纯电机，20万换成台币要80几万哦，所以他现在降价了哦，他2025年现在降价只要13.99万，便宜了，对，打7折哦。我看这个影片出来之后，可能你要再打一次7折了。但你知道更惨的是什么吗？整间店，因为呢，长安起源哦，它这个我们讲的，一直号称说自己的店址是宁德时代嘛，然后放他的车辆展间嘛，这个展间里面有几十间嘛，然后呢，他跟你讲说我的充电速度很快哦，15分钟之内我可以充到50%，结果网友看到这个烧起来的画面，你知道他说什么吗？说哦，不用15分钟啊，你3分钟整间就烧光了。你刚刚是开车烧起来。这停在展间里面也会烧起来。对啊，他可以打一个广告，我们3分钟可以把你车整台给我烧掉哦，股价都不存。对，他们讲说太搞笑了吧？怎么这种画面很可怕？等于全部都烧毁嘞。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是晚上啊？代表车子停在里面没事情，电子自己自燃。宁德时代这样一直被你拖累，所以我跟你讲啊，你不用怪说什么，哎呀，中国官方啊，你们自己就很丢脸了。但是我跟你讲啊，丢脸不怕哦，最怕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要脸，这超级不要脸。小米，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介绍过？他去模仿这个台券，就是买这个模仿这个 Porsche 的车子，就他现在跟你讲说，他那时候还否认哦，说没有，我们是致敬。就你看哦，他说我们直接把3台特斯拉 Model Y 给拆掉，因为我们要打造我们的 YU7，他连名字都抄人家，就然后你知道车型也模仿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就觉得它很好啊。这个 Model Y 很好，所以我们就把它车子拆了，然后我们全部都模仿它。他甚至跟消费者，你知道讲说什么吗？说如果你买不到我们的 U7哈，你可以先买 Model Y 没有关系。他这个 我们讲 Model Y 没有关系，对，他完全是用这种方式在遏制行销也就是说我们是平替版。我们就是 Model Y 的平替版，你是喜欢我们的话，你就喜欢 Model Y 的话，你就赶快来买我们的 U7。结果呢，人家实测你这个不是 U7，你是 Y7，好不好？为什么呢？来，这是小米的 SU7哦，对，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模仿保时捷这台车哦。来，你仔细看，直接看那个画面，他就是要测试说他过弯的时候，撞到人了，我的天哪！对，人就直接这样飞出去，那你。我的天哪！这整个人直接爬到他的挡风玻璃上了，而且他这是左转各位，这不是加速哦，他是你有没有看到从车道然后左转弯过来，有一个行人要过斑马线，结果这个假的行人他是假的哈，你不要紧张，整个人就这样飞出去，然后甚至测试之后我们讲类似鬼探头哈，就是有路人要行经小朋友行经那个斑马线，对，你看他看不到他的视野，什么叫鬼探头？他是直接这台就是你刚看的，我们刚讲 YU7。就你刚刚说学 Model Y 的这个，对，结果撞就飞了。对，等于他右边有一台车挡住视线，他往前开的时候，原本路上呢有人要经过这个斑马线，结果他就把这个小朋友很残忍的跟那个恰恰跟那个一样，有没有看到那种类似这种人就这样直接飞出去？那我想说，不管你是模仿保时捷，还是不管你是模仿我们讲的 Tesla， 你都有一个特性嘛，就是你很擅长把人给它撞飞。OK， 所以你仔细看哦，他们还有测试这种障碍物的。你说宇轩那是人太小了，好，没关系，这个够大了吧？这够大了吧？后面是整个我们讲一面墙哦，然后他测试倒车就屁股就直接给他撞。所以宇轩他根本就是模仿外表而已。对，但你的脑根本没有在动的。但我讲下一个叫做机器人你不要以为好到哪里去，为什么？因为机器人包括极致家、包括优必选以及包括粤江这3间公司，我们直接看这个叫做跟去年同期相比较了。来，极致家营收跟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94%，然后呢，粤江呢下降了34%，然后呢，唯一一个比较好的叫优必选只成长了1%。
代表说他们现在都是一直在亏钱，一直在赔钱，但国家不断的注入资源，想要把他们做大的状态。但最讽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但他们的股价反而水涨船高，一个今年涨了60%，一个呢涨了我们讲的非常多哈，将近我们讲那40%还是将近快破100。那像这个就是破100了，等于说粤江集智家以及优必选药3间公司虽然不断的在亏钱，但因为知道现在共产党官方全力要把国家的资源给挹注的状况之下，已经开始在吹泡泡。只不过这个泡泡到时候什么时候才会如同他们的电动车一样大翻车，恐怕也因见不远。国正，我们刚刚讲，如果真的是泡泡被吹破之后，那真的惨了。我们刚刚看到万科，包括比亚迪，包括电池等等，已经够惨了。结果你说还有一个更惨，中国的电影，就像中国电影怎么了嘛？一查，光是今年有40%的电影院0%的人去。我心想什么0%什么概念？是去的时候那个厅院没有满吗？不是，那个厅完全一个人都没有。中国电影不是超越好莱坞吗？成为全球最大市场吗？可是中国电影经常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大牌都卖不动，你不知道吗？像陈坤啊，大牌来上演，结果上映到现在只有台币16万，25号上映到现在只有台币16万。再来舒淇够大咖吧？舒淇够了啦，够大咖了。17号上映之后累积票房74万，然后你说他紧急下片16万那就算了，舒淇也才74万，74万两个加起来，不要讲说他的片酬了，连技术人员的工作便当钱都没有办法补贴。习大大不是说要讲好中国好故事吗？要让中国故事让大家看到吗？中国电影很重要吗？结果怎么到底吹不动吗？其实到底是中国没人看电影，还是只有补贴才有人看电影？这还是一个大学问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真的是扬威全球。你看今年上半年的票房是292亿人民币耶，将近1500亿台币耶，其中有一半都是哪吒创造，有52%都是哪吒2这个电影创造的。结果你来看哦，到底是人去看电影，还是补贴刷出来了？光是拍电影，四川省去年这个财政赤字4000多亿人民币缺口，竟然拿3亿来补贴哪吒2拍电影啊！还不只是拍电影有补贴哦，各个地方政府到中央到地方都在干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补贴你看电影。这是12月到2月拿6亿，中央政府拿6亿，动员什么工商银行啊、建设银行这些各集团的员工，中央集团员工拿6亿去看电影。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人民币哦，30亿台币哦，还不够。12月补贴完之后，再来4月又补贴10亿人民币，50亿台币耶。然后北京政府也补贴3000多万，限时哦，1月29号到2月16号，过年档期其实是你补贴出来了。补贴的结果是到处一刷二刷，所以才会有人拿着这个票根说哦，我不仅1次，我还2次，我还3刷，还有人说什么我拿4刷，满满的电影票没有，都是补助的，不停的刷，把你的爱国经验值给点满嘛，把爱国心点满，1刷2刷嘛，整个电影院到处都客满。可是我再告诉你一个现象哦，电影院真的客满吗？这是真的吗？1000多亿的票房是真的做出来的吗？还看下一个就知道了。这个是田海龙最近卷入于朦胧案的，他的电影上映了，最近上映，大家会猜可能会票房很差，结果中国记者，现在我们讲的中国记者自己想要去购买，结果晚上10点。哇，爆满，你知道吗？很红啊，很红啊，火种很红啊。结果他就真的去现场看了，到处买不到，他只能买到边边角角的票，在广州市的白云区。那10点多他去的时候，他以为到处都是人，结果开映之后。你是自由座，可以坐到中间，翘起你坐到皇帝位最中间的位置，然后翘起2郎腿，旁边就是这样，旁边都没有人，在跟我开玩笑，这等于快要包场了吧？对，就是办包场，但是重点是它票房都爆满了。到底1000多亿的人民币的票啊，290亿人民币票房的电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这样造出来的吗？中国电影是补贴出来吗？还有我们继续查之后才发现，电影院其实是零补贴一个好工具，你知道吗？中国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处在下达什么补贴盖电影院，原来补贴电影院也是一个政策，讲好中国好故事，把中国电影拍好，哇，原来是这样补贴出来的。从2020年就开始一路补贴了，你看补贴下来就到处就盖电影院，有个叫红鲤鱼电影院，短短8年，22个省市盖了700家电影院，再来有一个叫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到乡下去盖电影院，叫大地影视。短短的7年时间盖了1000家的电影院电影院真的盖的超级多。结果到2019年，中国带县级所谓的县级就是第4线、第5线城市盖了5000多家电影院。你这么需要这么多电影院干嘛？补贴出来的，结果讲所谓的屏幕就是有多少个厅，竟然有2万多个厅，整个全中国的票房有1半
都是这些电影院创造出来的。好，我们来看到创造这么多出来，领中央的补贴啊，盖个厅可能有400万人民币的补贴啊，播电影还有补贴，所以整个中国就是补贴出来的。补贴之后就是到处都电影院，结果发生什么事？2月的时候到处都在改，每个都在倒了，因为电影院太多，中央政府没补贴，地方政府没补贴就会倒嘛，所以到处都是关店的公告嘛。其实跟经济下滑没有，不是最直接的关系，是真的中国没钱，电影院没空无一人，所以整个状况是光靠哪吒2这样刷出来的补贴没用，所以中国好故事这到底是到处人去演出来的，还是补贴补出来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玉凤，如果照是这样讲的话，这样中国一直靠补贴，一直撒钱，现在中国的这些企业才能够活下去，甚至电影院才能活得下去。那如果中国没有钱怎么办？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出了一招，国企竟然去割名气，我想怎么可能？国企不就是来招商吧？把名气拿来之后，我们大家一起繁荣不是很好吗？没有。他真的把名气吃得死死的。对，现在来讲的话，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呢，他是张开双手，然后呢叫大家来招商，结果呢，当国家需要钱的时候呢，动手就把你给处理掉了。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地方政府他来招商，你会不会去做？有一个地方叫茅台镇，对。茅台做什么？茅台酒啊，这个白酒肯定挣钱吧？但是你知道，在制造白酒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废弃的东西你要处理掉，尤其是什么废水。所以呢，你知道吗？他们来招商，然后呢叫大家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做这个白酒的废水处理项目，这能不能做？这肯定能做啊！整个茅台镇不都是在做白酒吗？如果我今天来做这个东西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钱赚饱呢？所以呢，这间公司就来了。来的时候呢，当年还有讲了一件事情哦，你不能我大规模的投资之后呢，你过2年、3年、5年把我东西给拿走。地方政府说给你30年够不够？你想想看，30年，如果1年赚1个亿的人民币，那30年就是30亿人民币，30亿人民币乘以5，我可以赚150亿。哇，削翻了，所以就去做了。做了之后呢，他花了非常多的钱哦。好，最后总共大概做多少？8.2亿元。对。然后8.2亿元弄下去之后呢，有没有赚钱？他就说预估每年3个多亿，营收3个多亿哦，这是营收嘛？那扣掉成本，大概纯利润8000到1亿。哦，那还是很多钱啊，对不对？问题是有一天，那是哪一天呢？6月10号这一天，公文又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上一个是什么？是人员接收。对，这个是什么？解除合同，然后就告诉你说我们不跟你玩了。问题是老板说，大哥，你那时候跟我讲的30年呢，过没几年你就抓走了。结果你知道吗？这是早上9点的通知书送到公司，你看监视器画面，一样是6月10号嘛，对不对？6月10号早上9点收到公文，9点49分，把我们的人50分钟后。人员就进驻了，就来处理你了，就把那个厂整个给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你想想看，这个老板怎么办？这老板求助无门啊！所有的东西你要建构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嘛，最要花了8.2亿元，那你这些钱哪来的？跟银行借的，跟朋友借的嘛。所以呢，你看哦，他被迫裁员，然后呢，企业资金断裂，东拆西补，勉强维持。但是呢，这是3年来几乎头发全都白了。那有没有重点？你遇到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去提告？对，法院会站在我们这边吧？正义会迟到，但不会不到吧？法院判他赢哦。那你觉得？是不是很棒？那要还呢？没有还，还有这种因为把你封了，所以呢，你不管怎么样，你就在法律上面你得到了胜诉判决，你也没办法，就跟这个老板一样，我的法院诉讼我赢了，我去拉门，没有人管你，然后呢，他们就继续做之后呢，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以前是民间企业，当你被政府接管之后呢，所有的数据全部超标，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这个数据超标有没有关系？以前你民间做超标就完蛋被罚钱，但是政府接管之后呢，它就可以超标，因为主管机关也是它。因为我们都知道，在4中全会之后，我们已经看到，还在斗，还在扫荡，还在什么，在肃清非常多的人。尤其是什么，习近平位置现在虽然保住，但很多人还想去斗他。结果我心里想，这不单单只是我们说，你看到《人民日报》官媒，我的天哪！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当地时间10月30号上午，他们干嘛？他讲川习会，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呼，对，我有没有看错？他写习近呼，
这太夸张了吧？对，这位责任编辑哦，叫做马宇航哦，现在大家为他默哀哈，为什么呢？他可能没有工作了，马宇航不止没有工作，可能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哦。他平的那个抬头来讲的话，为什么会翘起来呢？变成这呼呢？大家觉得说这到底是谁在搞鬼啊？结果往下一看，责任编辑是这位年轻人哦，马宇航，对，就是他。那你各位知道马宇航哦，这来头不小，为什么来头不小？大家就把它起底了，什么起底？因为是今年来讲的话，《人民日报》在聘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当中呢，它有一个榜单。对，那马宇航啊是在所有录取53个人当中呢排第19位，但第19位呢，他的学历呢竟然只有本科生，什么意思呢？他大概就是大学毕业而已。那其他的录取的人呢，要么就是硕士毕业，要么就是博士毕业。那为什么呢？在里面当中只有三个左右是大学本科生，那你怎么混进人民日报的？哎，原来一看学历不得了了，他是外交学院的。对，各位知道，在中国大陆北京这个外交学院的学历是什么？它是直属中国外交部底下的。他最有名的校友是谁？你知道吗？就是王毅啊。王毅就是这个外交学院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博士嘛。那还有其他的啊，我们看到总共出了大概多少的这个？我们讲说以前来讲的话，这个外交学院就号称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对，所以大部分的中国的大使、公使都是出自于这个学校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学生他当时来讲的话，有人有查出来了，他是保定第17中学毕业的。那如果是保定第17中学的话，你知道这个学校大有来头。他们说是什么？是初中的天花板啊？什么意思？它是优秀的学校啊。那他怎么进到这个学校的？然后呢，他也不用去参加高考，他直接在这个外交学院的这个单独招生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外交学院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可以直接一条龙上来的。更重要的是哦，那人才那么多，因为整个这个外交学院将近有2000多名的这个学生嘛，那为什么单独他，比如说参加模拟联合国会议啊，或是参加什么的这样的这个研讨会场合啊，他可以跟其他的教授、副教授平起平坐啊。一个大学生可以跟其他的教授、副教授平起平坐参加研讨会，那背后没有人的话，那谁说有鬼？对不对？所以呢，有人说，这一号他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是故意的，还是说怎么样？因为照道理讲啊，有人他真的非常坏，他是讲习近呼，我们都知道中国是用什么拼音。平跟呼差很多嘛？对，他根本就是刚刚讲一点点那个后面那个角角，平下面跟呼那个角角。他很会。对，重点是什么？过往来讲的话，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案例？当然有。2013年的时候，厦门的《海西晨报》呢，把习近平的“进”呢打成进步的“进”。对。后来呢，2个责任编辑就消失不见了。就消失了。然后2011年的广西的这个南宁晚报呢，也把这个习近平的“进”打成这个进步的“进”，结果发出去的13万份的所谓的印刷版全部收回。然后再来2010年的时候，也一样。把习近平打成雕竞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代表说你现在来讲，官媒如果像人民日报你出了那么大的错误，当然现在已经矫正过来了，但是呢，问题是这一位马宇航你怎么进到人民日报的？这是大家所关切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